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命苦人的手相，一辈子劳碌命。希望你不是。手是人体最重的部位之一，也是算命术中预测人吉凶祸福的关键。从手相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命运几何。如果你的手具有事业线淡薄、手掌干瘦这样的特征，那么你就是天生的劳碌命，需要后天不断努力来化解自己的命运了，才能福禄双全，好运连连。劳碌命有两种，一是一直在努力付出的人们，但是结果却不尽人意，是属于辛苦操劳的命；还有一种便是足够富裕，但是一辈子还需要操心，不能享福，一辈子都难以请仙下来的人的命运。下面就跟小酱汁一起来看看劳碌命的手相都有哪些特征吧。一、无名指过于短小。无名指短小代表小时候得不到父母亲朋好友的疼爱，家庭并不和谐。而且如果无名指比自己的食指还要长，说明有做生意的头脑，说不定还会发一次横财和意外之财。功利心比较重，赚钱的方式花样百出，只要是能赚到钱的工作都会去尝试去发掘，总是被利益驱使自己的内心，在工作上投机取巧的心理也会不可避免的。凡是想着怎样提高效率，却忽略了质量和过程，认为达到目的速度最重要，这样的人以后在金钱上很容易吃亏。二、事业线淡薄。我们都知道，手掌上有几条线，分别代表事业、生命和婚姻的运势。对于事业线淡薄的人来说，这就是劳碌命的手相。它意味着命主虽然拥有适合自己的事业，但很难通过事业获得想要的成就。这类手相的人往往在工作过程中会相当艰辛，必须经过十分刻苦的努力才能获得成功。事业运势不稳定，如果想确保事业无忧，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。这类人需要在各方面更加勤奋，才能弥补运势的不足。即使拥有才华，也需要更多的机会和支持，才能脱颖而出。总之，劳碌命的手相预示着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，才能换取应得的成功。三、才智线太短。有时很难专注于思考，要不是考虑因素很少，要不是太深思熟虑，做拿西瓜扔芝麻的事很容易。这项工作在最初几年会变得粗糙，但整体势头会好转。在初期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，需要付出更多努力，才能逐渐看到成果。即使面临挑战，也要保持耐心和毅力，逐步克服困难，取得进展。在情感方面，桃花运很好，但要注意运气不好。和异性相处时要谨慎，遇到合适的人要保持理智，不要被情感冲昏头脑。与异性交往时要多加观察，避免过于冲动，保持清醒，避免情感困扰，才能更好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机遇。注重自我提升，不断学习和成长，才能在事业和情感上都取得更好的发展。四、手指弯弯曲曲。手指弯弯曲曲也是劳碌命的象征。这样的手指常年埋头苦干，不过也有财运降临在自己头上，抓住机会就有可能大幅度改善生活质量，改变现状，生活会发生很大的变化。所以要头脑灵活，善于看清局势。所谓时势造英雄，但也要看哪种英雄。英雄好不好当，人要在大形势下认清自己，明确自身定位，把握机遇，才能在变化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。时刻保持警惕，不被外界影响，坚持自己的道路，就有可能实现梦想，改善生活。面对挑战时要有勇气，敢于突破，才能在复杂局势中找到成功之路。弯曲的手指不仅象征着辛劳，还预示着潜在的机会。尽管生活艰辛，但只要坚持，财运就可能随时降临。要学会抓住这些转瞬即逝的机会，改善生活条件。面对生活的变迁，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
看清局势的发展。英雄并非人人都能成为，要认清自己的位置和能力，在大形势下认清自己的优势和不足，制定合理的目标，要不断学习，提升自己，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。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，不放过任何提升自己的可能。生活中的每一个变化都是一个新的契机，只要能看清形势，灵活应对，就能在变化中找到新的方向。坚持自己的信念，不被困难打倒，就能在困境中找到出路。生活虽艰难，但只要不断努力，就能迎来转机，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。5. 手指上存在竖纹。大部分人的手指上都是横纹，尤其是每一个指节关节位置上的横纹更是十分明显，这也使得出现明显竖纹的手指比较少见。如果手指上存在竖纹的话，一般都会比较忙碌，尤其是除去大拇指之外，其他4根手指都有着竖纹存在的话，便是相学中常说的劳碌手。其人一生都需要为了生活而不断打拼。6. 手掌干瘦。俗话说手大抓草，手小抓宝，手掌圆润的人才是有福的命。但是手掌干瘦这种特征的手相，从相术上来看，他们对工作十分的重视，工作中若是有一点没有做好，都会睡不着觉，属于操心的命。但是这类手相的人，事业运势整体来说不是很差，但是财运并不是很出色，因为手掌无肉是无财的象征，所以也是劳碌命。7. 手掌平平且薄。手掌薄，肉少，摊开手掌中心很平，这样的手相说明这个人的人生平中没有财运，没有遇到横财，也没有发意外之财的机遇，在工作上胜任不了公司里比较重大的任务，财运就这样被挡住了，成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打工仔，每个月的微薄收入勉强支撑自己的生计，一生存款比自己的脸还干净。到了晚年的时候，还要自己出去干活才能安享晚年。总之这辈子忙忙碌碌，碌碌为为，发不了财。8. 断掌。断掌的手相一般就是感情线穿过了智慧线，然后一个人的手相，那么就都是属于到在事业上的发展都是会很好起来。而对于如果是智慧线的话，那么在事业上都是可以有着很好的一个的发展起来，在事业上的发展都是会不错的。而如果是断掌，那么就是一个不具备了中断的，甚至就是可以说都是不需要很长的起来，甚至就是一个更加容易会有着很多的坎坷的命运了。而在事业上的发展都是不好的。9. 无名指的漏痕。无名指的出现了一个部位出现了一个微微的漏痕，而且如果是一个部位都是一个很漏气的话，那么在方面里甚至就是直接有着一个很负面的起来，甚至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降低的话，那么如果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的话，那么更加容易会有着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影响的。而且在这方面的一个起伏的。10. 手指骨感无肉。在手相上面看的话，一个人的手指有肉，修长，手掌丰满是非常好的手相。这种手相的人往往是有很好的财运的。但是手指若是长得很骨感，而且没有什么肉的人，一般都是财运非常差的人。这种人人生都会为了赚钱生活而忙碌个不停，就是他们付出很多的劳力，但是能够赚取的钱也是足够维持基本生活而已。所以不管什么年龄阶段都会在忙碌，一生忙碌。11. 手相没有财运线。财运线顾名思义是关系着我们财运、财富、金钱的纹路，此纹路与一个人的富贵相关，金钱运势也密切相关。如果一个人的手相中有清晰而深长的财运线，说明他们本人的财富运势很好，财运亨通，可以求财顺利。但如果一个人的手相中没有一条财运线，并且财运线非常的模糊、凌乱的话，说明他们的财运不佳，命中无财，只能劳碌一生哦。12. 拥有反抗手纹。手相中反抗线位于感情线下方，拥有这种手纹的人天生逆反心理较强，不喜欢被约束，也不愿听从他人的意见，较为自我，
喜欢自由，拥有此首相者，人缘很不好，容易与他人发生矛盾。在婚姻中也是不懂得包容，这样性格的人对事业和婚姻方面来说都是不利的。若有两条反抗线，会更加一事无成。13. 生命线浅淡。手相中生命线若是延伸至手腕线上，但是不够深，非常浅薄的话，看上去感觉随时会断裂一样，则表示命主的生活节奏是非常快的，总是在忙忙碌碌，很少有清闲的时刻，属于劳碌命。但是这类手相的人生活比较稳定，不会有大的波动。14. 3条婚姻线。拥有3条结婚线，无疑是心地仁慈、气宇坦荡的人。一旦到了婚姻和爱情方面，则就会以多情的姿态呈如今异性的面前，如此就很难从一而终，往往随意踏上再婚之路。多次婚姻容易造成负债累累，生活不稳定，贫穷找上门。15. 生命线长但不够深刻。从手相角度进行分析，一个人如果是生命线长但不够深刻的，说明了他们的生活是不好的，生活中是很容易就会感到很累的，生活节奏是很快的，总是需要不停的忙，但偷懒就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影响，不能闲下来的。16. 手指有缝隙。这样的人性格清高，不太重视钱财，即使遇到赚钱的机会，如果不合自己心意，或者是有违自己的原则，也不会去做。此外，其人花钱较为大手，不懂得如何理财，因此时常两袖清风，给人一种很贫穷的印象，注定发不了大财。但是如果拇指外的其余8指充满了许多纵直的线纹，又有劳碌手之称，为了温饱必须终日打拼。但如果大拇指的第2指节出现多条纵横交错的积财纹，表示一生的辛苦终会有代价的，积财纹越多，累积的财富也越多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